梦比优斯作为奥特兄弟的团宠，从其 TV 中就有不少哥哥来帮场子。而作为人间体的未来，一看到几位哥哥也是走不动道。当大古带着未来见早田进之时，一眼便认出了是自己的哥哥。但身处这个世界的早田进并不认识未来。但往大胆点想的话，按照之前救人的表现，早田进其实知道自己是奥特曼，但故意与未来不相认。随后大古分别带未来见了诛心团、香秀树以及北斗星司和南希子，但众人都不认识未来。看着未来沮丧的模样，大古也上前安慰未来还不能放弃。虽然四位叔叔在这个世界不是奥特曼，但他们一直都为着自己的梦想努力，是自己从小就崇拜的英雄。相信总有一天，他们也一定会想起在平行世界中自己也是奥特曼。未来也终于被大古的一顿肺腑之言重拾了信心。但此时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旋风，双头怪兽庞敦王突袭而至。在这个没有奥特曼的世界，怪兽的出现让人类陷入恐慌之中。于是未来搓动梦比姆气息，化身成为梦比优斯对战庞敦王。只见庞敦王双头发射火球，梦比优斯利用屏障纷纷躲过，但刚要冲上前，庞敦王又发射2发射线将梦比优斯击飞。随后胖敦王更是加大火力输出，来不及反应的梦比优斯瞬间被光线死死压制，陷入到苦战当中。而此时庞敦王又将火球射向城市，城市顿时陷入到火海之中。而秋子为了救老人，也被掉落的碎石砸中，生死未卜。梦比优斯见此情景，立刻冲上前阻止庞敦王。此时自己也闪起了红灯，梦比优斯决定速战速决，在无视攻击的情况下，一发梦比姆射线将庞敦王击败。可当他刚放松警惕之时，凭空出现一个玻璃罩将梦比优斯困住。只见一团黑烟从空中盘旋而下，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，原来是曾经团灭奥特兄弟的表面星人。随着玻璃罩的消失，梦比优斯变成了一座铜像伫立在海面上。表面星人再次击败了奥特曼。随后，表面星人再次化作黑烟消失于天空之中。因为秋子被碎石击中，大古也来到医院探望。这一幕就像杰克奥特曼中香秀树守在重伤的秋子身旁一样。此时香秀树满脸的自责，落寞的大古来到梦比优斯的铜像前，询问自己该如何拯救世界。伴随着一阵风铃声，眼前出现了那位白衣少女。她告诉大古，如果大家心中没有了奥特曼，失去梦想的话，全宇宙就会落入黑暗之中。同时告诉大古赶快回想起来，才是解救世界的唯一方法。站在雨中的大古沉默了许久，似乎找到了方向。第二天，他试图说服飞鸟去相信在另一世界中是奥特曼的事实，但飞鸟还是认为大古是在开玩笑。同样的问题，我梦也是给出了无法相信的回答。接着大古又试图说服丽娜，但丽娜认为大古还是在说梦话，而且明明是大古曾经背弃了梦想。曾经的大古为了成为宇航员拼命努力着，却在梦想快要实现时选择了放弃。为何不敢朝着梦想再踏出那一步？这似乎点醒了大古，他知道他这次再也不能逃避了。要想拯救世界，他必须努力跨出这一步。而就在这天下午，在暗黑影法师的催动下，直接召唤出了刚力怪兽希尔巴布王以及超力怪兽格尔德拉斯王，开始对城市大肆进行破坏。即使人类派出了大量战斗机进行打击，但还是被怪兽全部摧毁。身处这个没有奥特曼的世界，人类已经陷入到绝望之中。但此时丽娜前往广播台，通过广播告诉大家，即使现在充满了悲伤和绝望，但不要放弃希望。为了自己守护的人，为了未曾完成的梦想，试着去找回曾经的自己，试着去找回那些被遗忘的东西，以及那个真正的自己。这一席话不仅鼓起了大家的勇气，而且也更加坚定了大古的信心，并且在3位前辈的鼓励下，回想起儿时对于奥特曼的深信不疑。即使眼前表面星人也再次出现，大古也奋力跑到最前方。此时他想起了曾经自己和白衣少女的约定。世界がピンチになったら、あなたがウルトラマンになって助けに来てくれる？大古也终于明白，7位勇士的最后一位就是自己。此时此刻，平行世界的另一个自己浮现于脑海，2个自己就在此时融合成了一体。神光棒也出现在了手中。
随着大古坚定地喊出迪迦后，城市中央的光之巨人终于出现。